花千骨，真正的艰难还都在后面。拜见圣上。都起来吧。身世可都调查清楚了？回孙帐，都查清楚了，共11人。12个才对，多加了一个。进来吧。弟子孟觉老，拜见三尊。这是今年长留特招进来的学员，作为今年第12个学员，十一，给他安排一下吧。是。你站那边吧。好。头一次听说还有什么特招生，现在连长留都流行走后门了。嘘，这个孟玄郎到底什么来头？我堂堂蓬莱掌门之女都要来参加考核，他凭什么例外？哎，不过这个孟玄郎倒是仪表堂堂，气度不凡呐。长留新招弟子上前，由掌门颁发公务。你们一个一个上前，把血滴进验生石。验生石？说一下啊，每一位长留的学员，在入门的时候都要在自己的验生石上滴血，这样呢，验生石就会记住你们的身份和来历，一面奸细混入各派；二来呢，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测的话，验生石会闪烁示警，这样师门也好派人相救。如果你们的验生石光亮熄灭的话，那我可就不用多说了吧。哇！第一个孟玄郎，花千骨，你们既然进入了长留的门下，就应该遵守长留的戒规。如有犯错的话，严惩不贷。弟子明白。我还有一事要宣布，今年尊上将要招收一名入室弟子，你们谁想成为长留掌门首徒的话，便要加倍努力，在仙剑大会上夺魁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师兄，收徒之事我自有打算，为何要替我擅作主张呢？子画，历代长留掌门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以前你随意任性，我不管你，但现在你是长留的掌门，你要肩负起光大长留的重任，
哎呀，掌门师兄，诸事繁深啊，收徒之事也不必急于一时嘛，缓一缓，缓一缓啊！不行，此事万万不能再拖。掌门首徒必须尽快定下来，长留山的大小事务也好多一个人帮你分担。倪千丈的女儿倪漫天仙姿看来不错，子画。生死劫，非灾非难，能否化解脱此厄运，全看你自己的选择了。资化的验生石性质中正。到时候会发出警示。哎呦，你轻点儿，疼死我了！什么狗屁膏药啊，比三生池的水还疼呢！哎，换一种药吧，柜子里全是我们捧来的灵丹妙药。你就忍耐一下吧。十一师兄说了，三生池的水比较特别，会留下疤痕的。这种药呢，虽然疼了点儿，不过一会儿就会好啦，而且不会留疤。千古，你说这三生池的水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绝情池的水有一点点异样，其他池的水泡完起来可舒服了。哦，哎，我口渴了，给我倒点水。好。你说你这前两关，你都已经是落后的了，这一关你倒是加分不少嘛。那些长老啊，都对你刮目相看。不过你得当心了。当心什么呀？当然是当心别人妒忌你、排挤你，然后背地里陷害你了。怎么会啊？怎么不会啊？你想想啊，长老啊，他们都那么看重你，所以大家当然对你羡慕妒忌了。再加上三生池的水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说好听了，你就是无欲无求；说难听了，你就是头脑简单。我欺负你，欺负谁呀？大家都是同门，不会这样的。来，小心烫。你以后就知道了。虽然说这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。一味对人好，只会被欺负。不过还好，有我在你身边保护你。是啊，幸好有你保护我。上古妖神出世，祸害苍生，众神合力将其封印，妖魂灌注封印于十方神器之中，以使妖神天上地下，生死无门，十方世界形神俱灭。为阻止神器重聚，妖神复生，各大门派皆以守护神器为最高使命，千万年来未敢放松。原来十方神器这么重要啊！蜀山因此被灭门，清虚道长也因此而死。
小谷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背昨天11师兄教给我们的口诀。我担心一会儿上去一紧张就给忘了。哦，那你慢慢练吧。我赌掌门手徒是倪漫天。我赌尊上会收朔风为徒。你输了，你围着长留山跑10圈。我要是赢了，你就围着长留山滚5圈。成交。哎，我觉得掌门的手徒啊，应该是他。早。他是长留特招生，实力肯定也不容小觑。孟玄朗，这8大门派，你到此出自何门何派？竟然不用考核就能进长留？我哪一派都不是，我就是一个平凡普通人。不可能，多少法力高强的人都想进长留，最后都被淘汰出局了。是吗？原来长留生那么厉害啊！你少装蒜了，是骡子是马就拉出来溜溜。快来，倪漫天，请自驾。别，我这个人从来不跟一个弱女子一般见识。你11师兄来了。走，快！大家排好队。今天的第1节课，我们先从御剑术的基本功开始学起。我们要用念力把剑从地上升起。你们每个人来这儿，领取1把木剑。花千骨。11师兄，这把剑为什么这么重啊？这叫海玄木，只生长在海里，比玄铁还要重。啊？那这把剑能飞起来吗？口诀大家都记住了，用意念控制木剑时，一定要凝神聚气，千万不要分神，心里默念口诀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我们轮流试一试。朔风，你先。呀，1把木剑你都控制不了，哼！我还以为你有什么过人之处呢，真不知道你怎么进的长留。我说那什么天，我自己可从来没有说过我有什么过人之处吧？再说了，这把小小的木剑根本难不倒我。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丢人现眼的。哼！你说你一个凡人，资质又这么差，你还来修仙干嘛呀？小虎，我敢打赌，他到仙剑大会之前都升不起来。我看不然，我觉得呀，他到仙剑大会之后能让木剑升起来。这是你说的啊？那咱俩打赌，如果你输了，你给我洗1个月脏衣服；要是我赢了，你给我端1个月的饭。好。喂，你们2个不好好练剑，在这里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小心被罚！哎呦，吓死我喽！哎，什么时候倪漫天大小姐也能替别人着想了？明儿太阳啊，得从西边出来喽！你给我闭嘴！打狗还得看主人呢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欺负花千骨了？哦，原来花千骨是你养的一条狗啊！你带
大小姐。哎呦，你说，你是跟我作对呢，还是作对啊？你是谁？啊，嘘，是你啊？你在这干嘛呢？我在这捉蛐蛐呢。哎，要不你跟我一起玩吧？谁跟你一起玩啊？我还要练剑呢。哎，你叫花千骨吧？怎么了？啊，我叫孟玄朗，咱们两个呢，也算同病相怜。哼，你不要这么认真吧？难不成你也想弄个掌门的徒弟来当当？我不管怎么说，我既然决定进长留拜师学艺，我就要好好练剑，努力修仙。反正我不是自觉自愿来长留山学仙的。那你为什么还来啊？那要不是我父，我爹，我爹他逼我来的。而且呢，我觉得来长留山可以离开那个讨厌的地方，要不然到哪儿都有人跟。你呢？你来长留山学艺是为了什么？我啊，我其实是为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对你很重要吗？虽然我们只相处了3天，但是他是除了我爹以外，在这世上唯一一个舍命保护我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把我当成朋友的人。哼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们后来为什么会分开呀？他什么都没说，就走了。后来我听说他在长留，我就跑过来找他，可是怎么样都没有找到他。你说我这么做会很傻吗？哦，傻倒算不上。我想啊，你这个朋友他走，也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苦衷吧。你与其活在过去，还不如给自己找一个前进的目标呢。你说呢？所以我相信他说的，有缘自能相见。现在我只希望能够好好修炼，能够保护自己，不再连累他人。你这个人倒是一点野心都没有嘛。对于我来说，简简单单就好，这样我开心，我身边的人也开心。说的有道理。我现在陪你一起练剑，明天让其他弟子好好开开眼。来，走。千果，我去书香阁登记处查过了，长留8000弟子没有一个叫莫冰的。一个也没有啊。没有啊，连已逝的弟子我都查过了，的确没有这个人。怎么会呢？明明说上了长留山就能见到他的。千果，他会用什么化名吗？你告诉我他长什么样子，或许我还有印象。他我不记得他的样子了。不记得了？怎么会啊？或许真的像他说的，有缘才能再见吧。十一师兄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儿，千果，你不用跟我客气了，我们都是同门了。哎，唐宝呢？唐宝去哪儿了？唐宝现在在寝室跟金水玩呢。哦，那我改天去找他吧。你好好休息。多谢十一师兄。莫大哥到底在不在长留呢？如果在的话，应该会住在西殿。莫大哥，莫大哥，
你叫谁呀？拜见尊上。尊上，弟子刚刚认错了人，以为尊上是我要找的一个朋友，所以……你才刚入长留，怎么会有朋友呢？他在的，我知道他一定会在这里的。你来长留，就是为了来见他？嗯。你怎么会知道他在这儿？是义朽君。但如果你的朋友不在长留了，你是否就要离开长留？不会。当时来长留，我确实是为了他。但是来到这里之后，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上长留了。我认识了好多朋友，我很快乐。长留就像我的家一样。如果离开，我又会变成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。我希望能够永远留在这里。你为何一定要见到那个人？为何要如此执着呢？是啊，只要我知道他现在过得很好，见或者不见，也没有那么重要了。我已经将御剑飞行的口诀传授给了大家，大部分的人都学会了操作木剑。接下来，我们就真正的御剑飞行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飞了！可是我练了很久才把木剑拿起来。好好练，试试看。花千骨、孟玄朗，你们两个先到一旁，把御剑术的基本功练扎实。哦。千骨，你先来试试吧。哎，加油加油，千骨，飞起来飞起来，飞呀！再集中意念，飞呀！没关系了，我们再试一次啊！1、2、3，开始！加油！加油啊！飞起来飞起来！飞啊！没关系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来试试。千骨，我们训练有用的，我能让木剑飞起来了。好厉害啊！我怎么就不行呢？拜见尊上。拜见尊上。都起来吧。谢谢尊上。尊上，不知前来有何事啊？我来看看新进弟子他们的练习情况如何。啊，今天正式练习御剑飞行，这批学员基本功都很好，都已经学会了。火蜥啊，飞一次给尊上看。是。尊上，还是我来吧。你来试试御剑飞行。回尊上，我这把木剑太重了，我还不会操控。这是一把普通的桃木剑，你试着让它升起来。够了！1个月之内学不会御剑飞行的话，就离开长留。尊上，我一定会学会的。这些木头，你全部用手劈开，任何人不许帮他。
真是笨死了！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！哎，方大哥，你别去，你去了以后，千古会被罚得更惨的。走吧。世人皆可修仙，但修仙要经过几个阶段，分别是初始、灵阴、破妄、知微。一旦过了知微的阶段，就可以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甚至你可以听到对方心里的声音。哎，你睡得好香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对不起，师尊，弟子花千骨。花千骨，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，用不着听我这老头子讲课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考考你，你把这各派中证明身份的公务给大家介绍介绍。公务是什么呀？云端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说不上来了吧？说不上来，就把这书抄他30遍。还好我看过6节全书。回师尊，分别是宫羽、宫玉、宫石、宫花、宫铃、宫木。哇！看来你还知道的真不少啊！本来今天老夫打算给你们大家来讲一讲历史，看来我不用讲了，你就给大家说说吧。回师尊，弟子真的不知，还请师尊赐教。知道多少就说多少。长留历派聚基，已有2283年，乃修仙第一大门派。长留山原地处极西，为抵御七杀派势力，以移山倒海之力迁徙东海之上。七杀原与我长留同属一脉，其创派始祖曾与各派联手封印洪荒之力。其2代掌门法力高深，自封圣君，与各派商议，希望汇集十方神器，释放洪荒之力。各派首领认为洪荒之力过于巨大，若被个人掌握，就无法制约。不过什么？七杀圣君试图以一己之力解开封印，其他各派先发制人，杀死了七杀圣君，并合力绞杀其徒众。七杀与各派
最终结为世仇，相互攻伐。住口！一派胡言！想不到咱们和七杀派之间还有这么一段啊！我也不知道。你竟敢捏造事实，污蔑长留的清白，我一定要把你交给三尊处理。你跟我来。师尊，千古，千古，莫大哥，先别冲动，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。大胆花千骨，竟敢在课堂上信口胡说，毁坏我长留的声誉！敢问师尊，弟子可有哪里说错了吗？你不要狡辩，快说，这些事你是从何得知？啊！原来这些事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。快说！回师尊，弟子是从一本书中得知。书？什么书啊？是六界全书。哎，那这本书你又是从何而来呢？这本书是清虚道长所写，然后赠给我的。一派胡言！清虚道长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书籍交给别人？好，你倒是把书给我呈上来。本尊让你呈上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望师尊恕罪。六界全书乃是蜀山之物，里面记载着蜀山剑法，还有一些其他各派的机密要事，实在不能给外人看。笑话！你以为本尊是要窥探他什么道法秘籍吗？他10个蜀山加在一起，我长留都不放在眼里。你满口的谎话，定是混入我长留的七杀奸细。师尊，弟子不是奸细，这本书真的是从清虚道长那儿得来的。你还在撒谎！来人，将花千骨施以杖刑，看他说还是不说，交还是不交。师兄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不要妄下断论。清虚道长死的时候，花千骨人确实在蜀山。那又能说明什么？先不说这本书存不存在，就算是有，清虚道长又怎么可能随便交给一个黄毛丫头？事关我们长留的声誉，却被这个丫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轻易的说出。按照我们长留的律法，应该杖责50。给我打！尊上，弟子不是奸细。尊上，弟子真的不是奸细。怎么办？不能说，要是被知道我是蜀山掌门，就不能再留在长留做弟子了。将花千骨拖入仙牢，明日再审。尊上，
尊上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不是奸细。可是你确实还是有所隐瞒。这瓶药可以缓解你身上的疼痛，我再给你1个晚上的时间。若你还是不说的话，我也保不了你。尊上，也不知道千古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花千骨被杖刑50，还被3尊关进了牢房。倪漫天，千古平时对你挺好的，你现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啊！对，救他吧！哎呀，你们瞎操什么心呢？这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。不管花千骨犯了多大的事儿，只要我爹出面，尊上一定会网开一面的。木大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要找师尊问问千古到底犯了什么错。你先别冲动啊，我们大家商量商量。商量有用吗？我可不像有些人，只会耍嘴皮子，却见死不救。哼！要看好花千骨。是，弟子孟宣朗拜见师尊。你来做什么？师尊，花千骨肯定不是奸细，为什么要受杖刑关押啊？不得无礼，还不快退下！孟玄朗，你作为普通弟子的身份留在长留，就做好普通弟子的本分。至于我要罚谁，这不是你该问的，也不是你管得了的。我只知道这世间都要讲究一个理字。你有证据证明花千骨就是混入长留的奸细吗？想不到，堂堂长留还要屈打成招啊！孟宣朗，竟敢对师尊无礼，立刻去戒律阁领罚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！如果我不告诉尊上实情，我就不能留在长留了。可是我告诉尊上实情，我还是不能留在长留啊！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呀？花千骨，让你这么拼命守着的，到底会是什么秘密呢？尊上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啊，花千骨，你真的是蜀山的掌门吗？是啊，清虚道长临终之前，将蜀山剑法，还有6界全书、掌门公语，都一并嘱托给我，请我暂代掌门一职。胡闹！身为蜀山的掌门，却又是长留的弟子，成何体统啊！花千骨，你不能再留在长留了，赶紧下山去吧。尊上，师兄，蜀山清虚道长恐怕也是临危所托。各派之间嘛，应当守望互助。我觉得咱们长留有责任帮这个忙。可是，若是让外人知道这蜀山的掌门是我长留的外门弟子，那不是乱了辈分了吗？蜀山长留乃是同气连枝啊。蜀山现在因为保护栓天炼，遭受了灭顶之灾，那花千骨也是临危受命啊，他不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吧？所以啊，我们还是暂且收留花千骨。你放心，我会通知蜀山那边的，晚2天也不迟啊。子画，花千骨是走是留？你说。蜀山掌门还是长留弟子，
你只能选择其一。另外，我希望你赶紧回蜀山。阮天烈，蜀山清虚。为什么打听神器的下落？你有何目的？是七杀派，他们以我而做人质，让我替他找到神器所在，才能将我把我救。做错了事情，就要付出代价。我爹没错，他是为了救我。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从今往后，易秀德要是再敢枉越法度，扰乱六界秩序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好，请白子环上仙今日记着，他日你们若也犯下过错，我定要你们生不如死！多年不见啊，白子画上仙，我还没来得及恭祝您接任长留掌门，您就夜访我一宿阁，不如赏个脸，坐下来喝一杯吧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明白上仙的意思，还请您明示。你告诉了花千骨，上长留就能找到我。
是啊，我一宿阁开门做生意，有问必答。花千骨只是希望见他一个朋友，而这个朋友就在长留。我据实回答，我不知道这是犯了长留的门规，还是犯了您上仙的忌讳，惹得您大老远跑来兴师问罪。你无非是知道花千骨的身份，刻意把他引到我的身边罢了。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难道上仙您会因为我据实回答一个问题，就动手杀了我？你执念太深，若放不下过去的话，只会重蹈覆辙。我现在不杀你，并不代表以后不杀你。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打什么算盘，但花千骨是我长留弟子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怎么办？尊上让我回蜀山，可是我舍不得大家。千骨，哎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不去练习啊？哎，千骨，你不是已经可以操纵木剑，让木剑飞离地面了吗？咱们赶紧去练习一下，说不定很快就可以飞了呢。你是不是还在为被当成奸细的事难过？没事儿，这事儿不早就过去了吗？千骨，我觉得吧，这三尊啊，在这大山里待的时间太久了，脑子肯定糊涂了。哎，你们俩在干嘛？还不练习御剑去？哦。怎么样，我飞得好吧？要想学会御剑啊，首先要体会一次飞的感觉。走，我带你去飞一圈。清水，太危险了，这样不可以，快点下来！云隐师兄，花千骨一个黄毛丫头，怎么劳你大驾千里迢迢来接她呀？师弟，切莫妄言呐，他现在是我们蜀山的新掌门啊！云隐师兄没跟我开玩笑吧？花千骨在我们这届长留弟子中水平算是很差的了，连御剑飞行都不会，怎么可能是一派掌门呢？啊？怎么那么差？不是一般的差呀，在我们长留那是差得出名啊！怎么可能？我刚得知师父临终时将蜀山托付于他，应该非等闲之辈啊！哎，你们掌门会飞了！刺激吧！千骨！掉下来了！你们蜀山差点又换掌门了。拜见尊上。多谢尊上。都起来吧。谢尊上。蜀山弟子云隐拜见掌门。请掌门恕弟子来迟，弟子也是接到尊上飞絮传书，这才知道掌门身在长留。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东方跟我说过，明明留书给你的。弟子的确收到了留书，书中说有重要的事儿，让弟子到长留找一位叫花千骨的弟子。可是书中没有言明何事，派内要急需处理的事情又非常多，所以
弟子就把寻找掌门之事搁置下来，没想到差点闯了大祸。要不是尊上告知，掌门你现在还流落在外，请掌门您责罚。这不怪你，可能是东方觉得事关重大，就没在信中言明。哦，所以弟子连夜赶来，就是特地接掌门回蜀山呐。啊？这……我在长留很开心的，我只想做一名普通的弟子。那个，你来的正好，那就依清虚道长所托，把掌门之位立刻传给你。不，弟子确实也在重振蜀山，可是无奈人微言薄，很多事情都有心无力。现在蜀山形势复杂，留存最多的都是外门弟子，始终没有一个能像你一样主持大局的人呐。可是我也什么都不会，我不懂得做掌门的。掌门，我知道你现在身份为难，可是现在蜀山正处于内讧之中啊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是家师亲口所托的，你还对我们蜀山有大恩，现在也只有你才能服众啊。如果要把掌门之位现在传给弟子的话，恐怕蜀山就会变成一盘散沙了。我希望你赶紧回蜀山。你拿着它，就是蜀山掌门。好，那我明日就跟你即刻启程回蜀山。弟子谢谢掌门。起来，起来！我成功了，我让他起来了！我成功了！看来你最近御剑的功力增长了不少。尊上，依照尊上之命，连续劈了10多天的柴，现在的凝聚力和控制力都增强了许多。起来吧。只是我明天就要和云隐回蜀山了，我现在还无法熟练御剑，得和云隐共成一剑，怕是到了蜀山，也只能丢脸了。过来吧。啊！我教你御剑，最重要的是心法，还有口诀，还有人剑合一。寒风萧瑟几人别。你要感觉剑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，这样就不会掉下来。下骨柔情催红颜，花开花谢年复年，今生难续前世缘。尊上，这把剑真漂亮，比那些沉得要命的木头剑强多了。它叫断念剑。断念？现在安全了，可以放手了吧？你的眼，你的泪，轻易转眼回首间。与情恨的桃花扇隙，与君同去而彼思念。哦，伤离别，伤离别，明月照尽浮华间，凡尘不过一
句戏言，朝花一谢去难见。掌握到诀窍没有？多谢尊上，我已经掌握到其中一二了。教导了那么久，才掌握一二。对不起啊，尊上，弟子愚钝，浪费了尊上的一番苦心。蜀山路途遥远，朕已拿着防身吧。这是，多谢尊上抬爱，弟子不敢收。你放心吧，这不是我的随身佩剑，是我师父临终前赠予我的。回蜀山的路上，你要格外小心，还是收下吧。谢尊上。单春秋和云逸里应外合的灭了蜀山，他们自然不想有一个新的掌门回去，可能会想办法加害于你。再说，蜀山的关系复杂，你自己要小心应对才是。我知道的，尊上。清虚道长临终的时候告诉过我，让我找个合适的机会把掌门之位传给云隐。这次回蜀山，我就打算让出掌门之位。尊上，等我从蜀山回来，还能做长留弟子吗？你还是不要回来了。断念啊，断念！尊上，是让我断了回长留的念头吗？千古，朗哥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才回来呀？这个给你。给我？啊？为什么呀？你要去蜀山嘛？那前途未卜，路途遥远的，有个东西辟邪防身，很好的。哎，这块玉是我从小一直带着的，能够驱魔，很灵感。你拿着吧。那个朗哥哥，你放心吧，这一路上有唐宝还有云隐保护着我，不会有事的。云也好，雨也罢，那多一个东西防身总是好的吧？那再说了，你把自己照顾好了，那什么云什么隐的，毕竟少点麻烦吧。你收下吧。你说的也对，这一路上我也不能总让云隐师兄一直保护着我，那我就先收下了，回来的时候再还给你。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还不是等你太晚太困了吗？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也回去睡了。那你也早点休息。先走啦。千古啊，路上多加小心啊。放心吧，一定会完璧归梦的。漫天，千古，哎，你终于回来啦！漫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好像又生我的气了，叫他也不理我。废话，他当然生气了。哎，现在他知道你的身份原来是蜀山掌门，你可比他厉害多了。他现在不一定有多郁闷呢。我只是临危受命，
只是代掌门而已，很快就要还回去的。我不是故意要骗他的，我也不想骗大家。这个我当然知道啊。哎，不过你知道吗？大家议论了整整1个下午，整个长留山都传遍了。啊？这可怎么办啊？这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一说出去，我的朋友是蜀山掌门，那响当当的。唉，看来长留，我是更难待下去了。千果，你，这不是孟大哥的东西吗？对啊，是朗哥哥刚刚送给我的。啊，他怎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你啊？朗哥哥是担心我有危险，拿这个给我用来防身的。不过我回来之后还是要还给他的。真的吗？那好吧。那你这次去蜀山要多久回来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杀阡陌，你当真愿意为了神器而放弃你妹妹的性命吗？哥，原来在你心中，神器比我重要。妹妹，我恨你们！留下！我恨你们！留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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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哥对不起你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只要你能醒过来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我什么都可以不想。天下、神器，我通通都可以舍弃。我只要你能醒过来，我只要你。旷野天，别鬼鬼祟祟的，出来吧！护法，刚才的情形都看见了？看见了。你怎么看？护法，圣君是因为过去的事儿，才对夺神器心有芥蒂。可是如果我们集齐了神器，把洪荒之力摆在圣君面前，那么强大的力量，他会舍得不要吗？以圣君的性格，他就是不要。护法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合力把洪荒之力灌到圣君的身体里。可是现在我们连十方神器的下落都不知道。云逸回来了吗？护法，小的听说瑶歌城的一宿阁无所不知，护法应该去问问。你还算有用。我听说云隐带着蜀山新掌门回山，你看着办吧。那属下告退。
掌门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我不会掉海里的。奇怪了，掌门你竟然一夜之间学会了御剑呢？是尊上昨天晚上教我的。啊，尊上真是用心良苦啊。是啊，他也是担心我，作为蜀山掌门，还要跟你同乘一剑回蜀山，恐怕会更加难以服众吧。义秀君来是不来？这生意做是不做？您请稍等片刻，阁主马上就到。来得了我义秀阁，什么规矩，自然清楚了吧？放心吧，我死了以后，秘密自然是你的，契约我都已经签完了。你想要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全部神器的下落。10个神器，10个方向，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！自然是一笔大买卖，要不然我舍得我单春秋的秘密？你有还是没有？用不着浪费时间。哼，除了你的秘密，我还要一样东西。什么？清虚的尸体。哼，我看你是惦记上清虚的秘密了吧？你能把清虚的尸体送到我义秀阁来，10方神器的方向就能在你单春秋手里。哎，掌门，这个是这边的特产，挺好吃的，你尝一尝。谢谢。没事，弟子应该的。掌门，不知道您对蜀山的武功了解多少？这个我知道啊。蜀山共有36套剑法，入门剑法是玄花剑法，以灵巧著称，还有青霜剑法、落霞剑法，但是最厉害的就是轩辕剑法。可是这个只有掌门才可以学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哎，没错没错。哎呀，这下弟子可安心了。不过不知道掌门对蜀山的剑法熟悉几套呢？这个嘛，我刚刚说的那些都是我从蜀山的剑谱里面看到的，剑法嘛，我都还没有学呢。啊，掌门，你贵为一派之尊，若一套蜀山剑法都不会的话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呢？没关系的，反正我这趟来蜀山，也只是想把清虚道长的遗言跟大家交代清楚而已。掌门，现在蜀山形势混乱，虽说您是奉了清虚师尊他的遗志，暂代掌门一职，可是若一套剑法都不懂的话，这恐怕很难服众啊。哎，要不然这样，弟子演示一套剑法，看看掌门能领悟多少。玄花剑法讲究行飘立足，剑法威武，形若流花，然而力道却重于玄铁，出乎他人意料。
呼吸要尽量保持均匀，切不可急促，手中剑法才不会乱。云野，你说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练习的话，肯定会被他们看出破绽吧？容弟子说一句，所谓的破绽，多是源自于心虚。若心中有数的话，在他人眼中的破绽，也不过是突破常规而已。你这话说的，倒还挺蛮不讲理的。掌门，跟我一起练吧。哎，掌门，掌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娘亲，你有没有摔到哪里呀？没有。掌门，都怪我照顾不周全，害你摔倒了。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我自己太笨手笨脚了。当掌门就是好，这么多人关心你。掌门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要杀他！谁敢管我的事儿？大胆狂徒，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。掌门，你们先走。掌门，快走！他们应该没追上来吧？应该还没有，不过我们还是加快速度为好，以免再遭意外。对了，云野，那个黑衣人你认识吗？弟子未曾见过。会是谁呢？既然出手相救，又不以真面目示人。掌门就不用多想了，既是在危难时刻出手相救，必是有缘，日后一定会再见的。云野，你刚才受伤了，没事吧？啊，掌门大可放心，这点小伤伤不了弟子的。啊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弟子也不清楚，但从小到大一向如此。不管如何打斗，弟子都不会有什么重大伤害的。明明云影受袭击了，却毫发无损，而那个云翳却在云影受伤的位置无端的出现伤口，这两个人好奇怪啊！1个时辰不到，您就将七杀派的弟子给击退了。当今世上恐怕没几个人是您的对手。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阁主要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去报仇？以您的身手，即便是武仙，也是不相伯仲的。都这么久了，云师侄连个影子都见不到，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是啊，不就去了趟长留，有那么久吗？啊？
蜀山，我是费尽千辛万苦，一步一步爬上来的。这次再来蜀山，没想到我是飞过来的。人生啊，真是瞬息万变。可见掌门绝非普通之人，前途无可限量啊！别笑话我了，我这是赶鸭子上架。哎，掌门，你可千万别怕，一会儿见到几位长老和众弟子，小心应付就是了，一切有我呢。嗯。哎，掌门，你看，我们到了，他们在底下迎接你呢，掌门。天哪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我好紧张啊，怎么办啊？哎，终于来了，真不容易啊！明忠，喂，掌门！掌门！掌门！你怎么样？掌门，快起来！这是我们的新掌门呐！掌门，你没事吧？摔死我了！都是我不好。啊！恭迎掌门回山！啊！这气势，这场面，你这掌门当得太值了！唐跑，掌门，起来，起来！大家快起来啊！快起来！哎呀，掌门人年纪轻轻就担此重任，真是令人佩服不已呀！啊，掌门之名啊，我早有耳闻。今天有幸在蜀山见到掌门人，高兴啊！哎，不知道可不可以欣赏一下掌门的蜀山剑法啊？啊！人家既然开口了，那就表演一下，省得他们不服气。那我就献丑了。好。这是什么剑法啊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哎，两位师伯，不好意思啊，掌门定是舟车劳顿，太过辛苦了。掌门，你还是先去灵堂拜祭清虚师尊，以后就早点歇息吧，好吗？其他的事情咱们改天再说，好吗？来，掌门这边请。哎呀，清虚道长，小谷回来看您了。小谷没有辜负道长的重托，一直好生保管着掌门信物。这次特意回来蜀山，给您一个交代。来，众位同门，现在我已将新掌门请回了蜀山，继位大典将在3日之后如期举行。叛徒云逸带领七杀偷袭我蜀山，我蜀山弟子全部阵亡，清虚掌门身边只剩下花千骨，花千骨临危受命，我等感激。现在蜀山的弟子重新归山，掌门人之位要重新再选，要让有能力的人去担此重任。说得对，说得对，没错。花千骨有恩于我蜀山，我等自然要感激。但是他身为长留弟子，兼任我蜀山掌门，是有不妥吧？对啊，是啊，怎么还是你，哎，没事的。诸位，师父将掌门之位传给花千骨，定有深意。花千骨虽为长留弟子，兼任我蜀山掌门，这样有利于借助长留之力重振我蜀山呐。要重振蜀山掌门之位，这是何等的重要！这关系到蜀山之存亡，尤其要谨慎。没错，蜀山的掌门首先要懂的就是蜀山派的剑法。刚才他在殿外飞出来的这个不错。师叔说的对啊，
而且不光要会蜀山剑法，还必须是咱们蜀山资历最长的。资历固然重要，但是在本门，仙术和武功第一才是最重要的。没错，你说的是怎么不对？好了好了，既然大家认同我提议让花千骨姑娘用蜀山剑法和我比试一场。如果她赢了，就继任掌门；否则让贤。不可！云师侄，你这样支持花千骨，到底有何目的？我说话比较直，我看花千骨那么稚嫩，她当掌门也是傀儡掌门。是你不要说了。3天之后，继位大典之时，青阳长老和我比试就是。如果我输了，即刻让出掌门之位，绝不食言。用你的手解我的锁，跌入这温柔漩涡。千丈风波，万般蹉跎，情意都不曾变过。一世牵绊，一念成祸，还执意一错再错。一瞬之间，一生厮守，粉碎沉默。爱上你，爱上了错，失了你，失了魂魄。可笑命运捉弄，来世今生无处逃脱。故事不可说，是我不敢说。一步一微笑，一步一伤心，一步一劫难化作飞蛾扑火。因为爱上你，我才成了我，共你沉默。爱上你，爱上了错，失了你，失了魂魄。可笑命运捉弄，来世今生无处逃脱。故事不可说，是我不能说。相拥着承诺，别怪我懦弱，情不容你我舍，我忽